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俩北京姑娘闲聊。大家好，我是 Karen。大家好，我是 Annie。今天我想问你一个，最近你觉得有什么重大的消息吗？我们一般都是每过一段时间，然后聊一聊天儿，然后肯定是有一个最热点的新闻啊，对吧？然后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你觉得这个最近什么话题最热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 DeepSeek 现在引发了一个全球对 AI 的一个大讨论。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棒啊。现在对于 DeepSeek 的讨论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就不妨聊一聊 AI。那 AI 带给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以及我们对 AI 的一些看法吧。对，那我们就是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的话，那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比如问大家，嗯。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那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担心啊，或者是害怕呀？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一天会代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那你会有这种担心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 AI 有一天真的是会抢走这个人类的工作吗？之前我也在就是那个 ChatGPT 刚刚出来的时候啊，我也在跟一个老师啊，就是另外的一个老师，我们两个人在聊天，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好奇，哎，这个到底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代替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业？其实也会跟其他的不同行业的朋友在聊天呢。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有一个机会，就是当时可以去这个银行工作。然后呢，我觉得我们那个毕业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能够在银行工作，你大学毕业生对吧？你又没有工作经验，然后呢，你有一个那么好的去银行工作的机会，而且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这个在银行工作是一个一辈子的这种非常稳定的工作啊，对，所以呢，但是我觉得现在过去了10多年了啊，然后看一下这个银行，感觉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我们去这个银行，然后你到了银行里边，也就最多只有2、3个或者是3、4个工作人员，然后呢，他会先问你办理什么业务。如果你说我只是简单的这些取钱呀什么的，存钱呀，他就会让你去旁边的这个取款机啊，去用这个机器去为你服务，帮你达成你的这个，就是用他们的这个功能来减少这个人力的使用。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说其实很多的情况都有点类似啊，对，至少我们的工作可能没有完全的被这个机器人工智能代替，但是至少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行业，我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个感受，可能一部分的工作会被这个人工智能代替。那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Karen，你一般都会用什么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然后呢，在你的工作方面，你会用的比较多吗？我平时用的特别多的就是 ChatGPT，每天都用。啊，那是在哪方面就是会嗯，使用的？辅导孩子作业会使用，平时自己查一些东西会使用，做自媒体会使用，基本上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都会使用。这 ChatGPT 是我用的最频繁的一个软件儿之一。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它真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啊。就是至少我们能够对。把这种重复性的，或者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找资料的这样的时间，或者是编辑呀、生成图片呀这样的，我倒是觉得这个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特别明显。我觉得我谈谈我自己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最近想聊这个话题，所以我还是确实是听了很多的播客，一些关于对于人工智能，无论是心理学这方面研究的人，包括一些历史学家，还包括一些就是搞科研的这些在这个行业的 IT 人士的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看法。所以呢，我想从两个层面大概说一下。第一个层面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 AI，它的一个层面，其实它叫 ANI，
这个 N 呢就是 narrow，它还是从一个比较窄的、窄的一个面儿上来讨论的 AI，也就是狭义的、现在狭义的这个，狭义的，对，对，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层面的 AI。所以呢，我们先基于此，我觉得就像你前面抛出来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担心工作会被替代了呀？然后以后大家是不是都失业了呀？对于 AI，我们是应该更好的去拥抱它，还是应该排斥它？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吧，这个层面的 AI，它已经把世界上所有的书籍都学完了，所有的有价值的视频都看完了。人家不仅如此呢，人家还有非常强的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你有一个助手啊，你要是有一个助理的话，你要是给他挑一些毛病，你让他改个2、3次，他会非常不高兴。但是呢，就是这个 AI 的话，你让他去不断的去提高、去更新，然后去改进，他会非常的愿意一直达到你的这个要求啊，还是真的是不断的去学习的这个能力，我们应该是跟他们去学习的。对，我就从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说，我觉得 AI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就比如说翻译这个行业，那翻译这个行业呢，自从 AI 进来之后吧，我觉得 AI 能够代替这个世界上99.99%的笔译，也就是说你是做文章翻译的，除非你是那种0.01%的非常高水平的、非常有情感共鸣的、非常有创造力的，然后无论你是英语或者其他语种水平非常高的这部分人是可能很难代替，但是它能代替大部分的，就连我自己呀，AI 绝对都是能代替我的。啊，我自己可能水平也没有达到那么高，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AI，包括我自己，你是说在笔译方面吗？对啊，OK，对，笔好，译方面，嗯。对，我觉得在欧洲这边儿的市场吧，欧洲这边的大概的翻译公司已经不会再找一个人，就是说我把英语给我翻译成中文，从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儿这样再翻了，这样太慢了，而且你还没人家 AI 的这个速度快，没人效率高，没有人家翻的质量好。很多的欧洲的这边的翻译公司都会找，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活人来进行校对，就看一下 AI 翻的，包括自己的内部的翻译软件过的一遍稿子，然后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进对，就是行改正。在那个 AI 的就是结果上、基础上，就是根据你的这个翻译的经验，然后去看他们。那根据你的经验，如果就是 AI 翻译出来的这个结果，它的这个正确率大概是多少呢？正确率是非常高的。我总用我自己都不会自己翻译，我都会用 AI 翻，然后我大概再看一眼。只不过因为某一个项目，可能你做这个项目，你更清楚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有一些小地方你改一下，但是 AI 已经翻得非常好了，我完全没有必要浪费我的时间再逐字逐句的翻，然后 AI 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而且有一些专有的名词，科技的、生物的这种词是非常专业的，医学的，我都不知道，AI 就什么都知道。对，因为我记得就然后，是之前因为你做这个翻译，然后我记得当时比如像你找这个翻译，一般他是什么专业的啊？比如像法律方面的、医学方面的，可能你要是不同的话题要找不同的翻译。但是现在就是你只要用一个，它会代替所有的不同的这个行业啊，可能就是代替各个不同的这个行业的翻译，对吧？这样的感觉。是这个方面，然后我再用另外的一个例子，因为在说这个 AI 的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有哪些机会对于人类？那这个是笔头的一种翻译，还有一种翻译的类型呢，就是口译，就是口头的翻译。那我说一句话，你翻译成英语，翻给这个说英语国家的人听，对吧？那这种翻译呢，其实啊，在尤其是去年，包括今年，它有很多相关的产品，就比如说各种的眼镜，耳对吧？机或者是眼镜等等的 AI 的眼镜耳机都能同时进行同声翻译。我通过这些产品自动，我就能接收到翻译了。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在不久的将来吧，AI 应该是可以代替口译的。在这一点呢，我是相信的，因为我是一直都相信一个科技肯定是能改变我们人类很多很多的东西的。
而且我是觉得科技的步伐也没有办法阻挡的。是，确实是。这那么个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点儿恐惧，这个科技发展的太快了。但是就是不管我们对，什么样的感觉，这个科技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你不能阻止它，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它，这样的，对吗？对。嗯，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拥抱 AI，然后正确使用 AI。作为人类嘛，不，至少是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谈的这个 ANI 的这一个阶段，我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就是我们人类他有共情的一个能力，他有创造力。我们人类他还有，比如说高的一些情商和别人的一种沟通能力。等等的这些情感类的一些能力，AI 可能在这方面目前还达不到。所以我再回到就是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这件事儿，就比如说口头的这种笔译，那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商务的会议的时候，那你作为你就不仅仅充当的是一个简单的翻译的角色，嗯，你充当的可能是一个角色，就是帮助双方，比如说甲方和乙方，他们是中方和英方吧，我举一个例子，他们两个公司进行谈判，那你可能是充当的双方的一个桥梁，沟通的嗯，一个作用。然后谈判卡壳了，你可能是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文化差异，你要和对方去交流，嗯，然后帮客户去解决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你嗯，能带来的本身的一个价值，而不是一嗯，个生硬的或者冷冰冰的一个什么眼镜或耳机能给你解决的，对明白。吧？对，人和人在沟通，在谈事儿，他毕竟还是要有一个情感的一个沟通。对对，就是你的这个优势可能就是你更理解这个双方的文化，然后呢，就是你能够就是通过你对双方的了解，能够调解，然后去促成这个生意，不只是一个语言的对方面，就是你能够更好的从情感方面去理解双方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对，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像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我的这个工作现在主要就是做这个在线教育嘛。然后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公司他跟我联系，然后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公司呢，它也是一个这种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语音的平台。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想我用我的这个声音去做成一个这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就是我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然后在他们的平台上，他们也是会根据这个学生的需求，然后所有的这个数据，然后呢，去跟学生去上课进行对话，然后学生听到的应该是我的这个声音，但是我不是一个真人啊。我们最后没有就是合作，但是我就想，我说哇，这个真的是有一天，大家如果要是真的聊天，但是又用的我的声音，但是不是跟我本人，然后我的这个对这个交流还很顺畅，这种感觉也很奇怪。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很多的工作，让我也是刚才你说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是有这个同感的，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个 AI。我们像很多的现在有这种很多学习语言的这个软件，比如像学习中文的，就是什么Hello Chinese，还有什么 Duolingo，不知道那个你有没有听说过？其实 Duolingo 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学习语言各个语言的一个这个软件。然后呢，其实很多人他在跟我上课之前，他都是自己自学，然后通过很多的软件去自学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人他用这个软件自学，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老师？为什么还是他会跟你比较有规律的长期的去上课？那这个老师一个真人，他跟这个软件，它到底是有什么一个区别？其实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你知道他的需求，你知道他的困难，他的这个学习语言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你给他这个更多的情感方面的支持和同理心。和共鸣，更多的都是这个情感方面的。然后呢，比如再加上你的老师，每一个老师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教学的风格。那学生在选择老师的时候啊，那我这个老师有这样的教学风格，我喜欢他的这个交流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也会对老师有这个不同的体现。所以其实我再想一想，我说我的这个工作到底有一天会不会被 AI 代替？我现在不知道，真的不好说。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反而是用这个 AI 更多的
帮助我去，比如像写更多的这个创新的东西呀，做一些视频呀，生成一些图片呀，甚至我让他去帮我写文章。比如像有一些这个文章，它是很难的，但是我的学生的水平呢，他又不够，他就是只能适合这个初中级的，那我就让 AI 去帮我改啊，改成这个从高级改成初中级的这个水平。那以前像这种都是大量的工作，而且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强度那么大，你是没有办法去给某一个学生去做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文章的。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是下课之后2分钟我就可以，就是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情况去给他作业，给他练习，所以就是会，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呢，我就只能是说非常同意你的这个感觉，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这个 AI 代替了我们的工作，那也没有办法，那只能是人肯定是还会是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可能我们就寻找其他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像在中文有一个词叫危机，对吧？危机，危险的危，机会的机，所以我们只有人在有这个危机感的时候，我们才能寻找更多的机会，对吧？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我倒是会有一点点的危机感，但是呢，我觉得不会说让我那么的恐惧这样的感觉。对，不断的学习，可能就只能是这样了。对，我觉得目前现阶段的这个 AI 绝对代替了很多重复性的劳动呀，然后帮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好事儿。但是可能 AI 它在某些方面，比如说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这个情感上边的，我觉得可能 AI 在这方面还没有达到人们想要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类的优势。还有就比如说创造力，我觉得现在 AI 的创造力已经很强了。但是呢，我觉得目前我还是觉得我们人类的创造力会更强，因为 AI 它是基于大模型来建的，对吧？它是100万人、1000万人，它是大模型来建的，所以目前我觉得这个阶段的 AI 还是人类的创造力更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阻碍科技的发展，我们只能去和它共存，去拥抱它。那人类应该能学的就是，我们更加提高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在自己的情商方面变得越来越高，还有情感的处理和人的一种共鸣、共情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的一些东西。那至于将来，我想谈到 AI 的可能下一步发展，就是我说的这个 AI 中间加边一个 G，就是 General AGI，现在也谈的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可能未来 AI 的发展，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那现在我说我的工作我还能做，因为我作为一个不仅是一个中间的翻译，我还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还能给双方提供很多的商业的咨询，我有很多其他的价值可以给客户提供。比如说呢，就是在沟通方面，在我们亚洲的文化里边，就是沟通过程当中，他不愿意说，可能是怕伤了对方的面子。你喜不喜欢我们的产品啊？你觉得我们产品好不好呀？我们可能就说啊，你这产品真垃圾。可能我们亚洲的一种文化不会去批判，就觉得挺不给别人面子的，挺没有礼貌的。日本人更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表面很好，很好，但是所以我说嘛，这对于我作为一个中间的翻译，理解两边文化的人来讲，我就知道他说的很好。我通过他面部的表情，通过他各种肢体，我就能知道他尽管说的是很好，可是他背后他是不喜欢的。然后我就会和我的欧美客户说，这个合作可能谈不成，因为可能对方并没有那么喜欢。所以这是我给客户提供的附加价值。但是将来当 AI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下一个阶段变成 AGI 的时候，它的这个 AI 会有更强大的创造，而且把我这工作可能就能代替了。它可能会生产出一个机器人来，除了双方中文和英文非常强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它和客户产生共情能力，就是我能提供的这些情感方面的，它同样都能提供。那可能到那个时代的时候，那它就完全就真的能够取代我的工作了。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人类创造了 AI，对吧？它既然还叫这个 A，就是 artificial，它还是一个人为的，那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人类总归呢，还是会想有一种办法
去让 AI，无论它是一种什么样的 AI 或者更高级的，来为我们服务，这对还是我相信的。所对。以呢，我们还是未来对，走一步看一步吧，人类还真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还真得是不断学习呀。对，是的，这个确实给我们一种让我们不断学习的这个动力。虽然生活不易嘛，但是呢，就是其实你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也会让你的人生会更有意思，尝试很多新的东西啊。这个嗯。世界在不断变化，那人也会不断变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总是说有的人会说，哎，这个 AI 现在出来了，然后做了我一部分的工作，让我变得更懒了，我会把一部分的工作给他。我倒是觉得这个 AI 出来了，让我的工作更忙，就是有更多的其他的这个机会。我们是要做好准备，让这个 AI 为我们服务，但是呢，你太多的担心、过滤啊、过强的这个担心、焦虑，我觉得也是没有用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嗯。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播客的一个目的，是让大家来想一想，哎，未来的这个 AI 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啊？大家是很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人工智能，对吧？对对对对对，绝对是。作为人类啊，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最后补充一小小的点，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教育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未来的学校，孩子未来的教育到底是该是什么样儿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永远在那儿死记硬背，对吧？然对，后应试等等，这种绝对是不可能是适应未来这个世界的发展的。嗯，一对，定还是各种的情感、共情能力、创造力等等这一个方面。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教育吧，我觉对，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也嗯，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样，会变成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应该确实是。怎么做。嗯。对，我非常的同意。就是感觉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小的时候的那个教育，其实就是应试教育啊、死记硬背啊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完全不太适应现在的这个新的世界了啊。我们都是要不断的去改变啊，适应这个新的科技、新的世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让大家来思考。嗯，关于未来的这个 AI，大家有一个什么看法？也欢嗯，迎留言哈。好的，那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播客就到这儿，欢迎大家收听。好，再见，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